顾凌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夏老师，我想干什么，你不知道吗？自从你跟傅明宇离婚之后，我就被学校强制退学。傅明宇将我在行业内封杀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！你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学业上你3天打鱼2天晒网，生活上你插足他人家庭，这一切明明都是你咎由自取的，顾凌烟，到头来你还要怪在别人头上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傅明宇明明那么喜欢我，我明明马上就要嫁进豪门了。是你，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，所以他才会突然放弃喜欢我的。我什么也没说。你以为傅明宇爱你？他最爱的只有他自己。哪怕你最终跟他在一起了，过不了多久，傅明宇也会爱上别人的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没用吗？守不住男人，都怪你自己蠢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应该去跟傅明宇说，而不是来绑架我。我现在跟傅明宇没有任何关系。夏老师，你害怕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傅明宇之所以对我这么好，是因为我身上有你的影子。你说，如果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他会不会忽然疯掉？顾凌烟，你现在还年轻，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我劝你最好不要冲动。你如果犯了罪，那你才是真的毁了。我现在跟活在地狱有什么分别？夏老师，你曾经也被他捧在手心，小心呵护，你应该也能明白，从云端跌落谷底的差别有多让人难以接受。这一切都是傅明宇带来的，如今我也要让他尝尝这其中的苦楚。住手！欺负我的嫣嫣，怎么可能啊！好了，不哭了，乖。我这不是帮你出气了吗？放心，他以后绝对不会再敢欺负你。谢谢你，傅先生。幸好有你在，如果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在学校会被欺负成什么样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那给我一个吻作为报答，好不好？我的丈夫为了给我的学生出气，砸了我的工位。Welcome to the new world, never seen before. 只是报答，没有答应你的追求。你已经有妻子了，想要追到我，我还得再考察一段时间。好，我等你。一轩，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。 머무고 싶죠 그대라는 세상에 I want you I miss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去吧。结婚不过3年，傅明宇，你的一辈子就到头了吗？
李璇，你跟他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。李璇，人这一辈子能玩的机会就这10年，等年老色衰了，想玩就没机会了。傅圆圆，你说什么？我爱你，但你不能要求我只爱你一个人，会腻的。嫣嫣很像当年的你，青涩单纯，我很感兴趣。哦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想离婚，等我玩够了就回来陪你，怎么样？我不接受！你现在和他断，我还能原谅你？别闹了，是我在闹吗？他顾灵言无故狂跟我扣了他的平时分，你就要为他砸我的工位？我就是帮他出一个气。乖乖的，别欺负我的小情人。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有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。都说豪门婚姻荒唐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傅明宇，没想到你也是其中一个。你是傅氏集团唯一继承人，而她呢，只是个普通教师的女儿，她配不上。配不配我说了算。这辈子我只会娶夏雨欣一个女人。我们走。明宇，李轩，这辈子我只爱你，我只爱你，我只爱你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你们到底是谁？明宇，是你指使的他们。你去找了嫣嫣，警告她离我远点。她现在删除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我没有，中午过后我根本没见过他。还在嘴里，扔下去！傅明宇，你明知道我怕水。夏以轩，我说过我爱的是你，你给我10年，我会回到你身边的，但前提是不要再找嫣嫣麻烦。李轩，李轩，没事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。只要你说的我全都信任，不能去拆穿的，又何必追问？
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为了加回我的联系方式，在楼下等了我一夜。李律师吗？我要你一份离婚协议书。老婆，还没睡呢。今天晚上我陪你。今天的事情就算过去了。我就陪妍妍玩10年，10年后我就回来，以后别再找妍妍麻烦啊。可以，但你要签一份协议，10年后必须回归家庭。好。满意了？满意了。说。傅先生，我脚崴了。什么？疼得走不了路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妍妍脚崴，我得去看看她，下次再陪你啊。不用。口是心非。走了。傅明宇，离婚冷静期过，我跟你再无瓜葛。来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准备上课。傅明宇，你一定要这样恶心我吗？不过以后我再也看不见了。逸轩，你的教学能力这么强，为什么突然要辞职？我离婚了，想离开这座城市。好吧，那你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今天我们讲《诗经·卫风》。傅总呢？傅明宇去接电话了，他工作这么忙，不过还是答应来陪我上课。他为了追到我，上千亿的合同都不要。他那么喜欢你，你怎么不答应他呀？你傻呀！像他这种身份的男人，身边不知道围着多少女人。我只有吊着他，忽远忽近的，他才能对我一直上心。我可不要做什么金丝雀，我要做是富态。夏老师，你听到什么了？你的事跟我无关。夏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只是个学生，我以后一定会离傅总远远的。求您不要再生气了。夏雨轩，我都跟你签完协议了，你还要为难妍妍吗？我没有，是他自己打的。傅总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夏老师不希望我们走得太近。别怕，他还做不了我的决定。我从小到大还没受过这样的委屈，连我父母都没有打过我。不哭了啊，那我让他10倍奉还，好不好？这不太好吧？她是您的妻子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我总不能打老师吧？那就让保镖动手。傅明宇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动手！没事的啊。以后谁再敢动他一根手指，我让你们生不如死！怎么样，不疼了吧？
别哭，继续。看来还不认分手，继续打。怎么样？气消了吧？那我带你去吃你最喜欢的日料店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没关系的，别紧张。我紧张。不用怕，出了事我替你。挂完档之后呢，然后慢慢松刹车，握紧方向盘就行，别紧张。自己试一下。可是我害怕撞到人。有我在呢，别怕。爷爷，爷爷，有没有受伤？疼不疼？啊？没受伤就好。你醒了。医生说你断了2根肋骨，这几天先别去学校了，好好休息啊。妍妍她不是故意的，她刚学车，她太紧张了。他就是故意的，我离他明明那么远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报警，按照法律处理。逸轩，你忘了我是谁？傅氏集团的掌权人。你觉得警察会接你这个案子？有我在，你就算把电话打到市长办公室，也没用。傅明宇，你真的要做到这个份上吗？好了，别闹了啊！妍妍，我对她玩几个月就腻了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回到你身边，好不好？那你先好好休息啊。傅明宇，回不去。住院的这1周，傅明宇从未出现，今天他居然来接我了。上车。这不是回家的方向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今天妍妍生日宴，你去道个歉。我跟他道歉。因为车祸的事情，妍妍很自责，现在对我也很冷淡。傅明宇，被车撞的人是我，断掉肋骨的也是我。逸轩，奶奶还在医院吗？你用奶奶威胁我？奶奶年纪大了，别让她为我们操心。
小凤，你和以勋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奶奶，我会用命护着逸轩，这辈子都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的。凌烟，副总对你真好呀！这场生日宴也太豪华了吧！我们可是沾了你的光才能参加呢。哦，这可是价值上亿的皓月之心啊，是副总送给你的吧？只是生日礼物罢了。副总跟我没有别的关系，何况他已经有妻子了，妻子还是我们老师呢。结婚了又如何？副总心里只有你啊！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，离婚迟早的事儿。爷爷，去吧，道歉吧。夏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该被你撞到，害你自责好几天。副总对咱们凌烟可真好啊！我早就说过，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不过，老师你要陪我们玩一个游戏。谁抽到6，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。来吧，老师。是老师抽到了6，惩罚就是吃完一管芥末。愿赌服输，吃吧。哇，老师好厉害呀！来，老师，我们再抽一次。哎呀，老师运气好像不太好，这次的惩罚是把桌面上的酒都喝光光哦。我喝不了酒。别呀，老师，这些酒根本没度数的。愿赌服输，你可是老师，怎么能耍赖呢？是吧，傅先生？逸轩，几杯酒而已，别让嫣嫣生日宴不开心。嗯。我们再来尝尝这个，这可甜吗？阿夏老师，别走啊！我们这玩的开心呢，你呀，还是趁早把傅太太的位置让出来。
李轩，李轩，不好了，副总，林岩吃了东西晕倒了，快来啊！妍妍，妍妍，妍妍，你怎么了？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谁送我来的？应该是派对的工作人员。你昏迷2天了，需要帮你联系家属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副总对顾小姐真好，一个小小的过敏，包下整层楼不说，还请那么多专家过来会诊呢。听说他这2天寸步不离的守着，连公司会议都推了。不要，我没有家属。李轩，当当当当，我亲手为你做的项链。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给你做项链的时候不小心划伤了，没关系。我给你戴上。真好看，只有你才值得我这么用心。雨雨，这是我们结婚1周年的合照，要好好保存才行。以后的每一年，我们都拍到我们很多人的体。这2天没去学校啊？辞职了，怎么这么突然？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累了，不想干了。那就安心在家当你的副太太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研究项目结束了吗？怎么了？哦，咽炎保研需要研究成果，我看你的项目不错，就让他署名发表了。什么？那是我3年的心血。项目还可以重做，妍妍等不了那么久。我会向学校说明真相。那你大可以试试。逸勋啊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副总已经打过招呼，学校那几栋楼都是他捐的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。傅明宇，我的婚姻、事业、尊严都要给我碾得粉碎了。夫人，你这1天都没吃东西了，你就多少吃点呗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我去看看。天哪，老师，你气色怎么这么差？看起来老了好几岁。傅明宇不在，他去公司了。你不该来这里。我知道啊，我是来找你的，老师。我是来感谢你的，多亏了你的研究成果，不然我也不会得奖，更不会获得保研。哦，对了，不止这一个项目，老师，你之前那些重要的课题，现在都已经换成我的名字了。不过，老师能力这么强，辞职了也好，以后就能专心帮我搞研究、写论文了。说完了，说完了就可以走。怎么，老师你现在难过到连生气都不会了？可我都还没有完全
把傅明宇抢走呢。老师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错了，我答应你，我明天就出国，以后再也不见傅明宇了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不想死。夏雨学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样？啊？傅明宇，傅总，你以后还是跟我保持距离吧，求求你不要再追求我了。夏雨学，看来上次的惩罚，你还是不长教训。来人，把夫人给我关进禁闭室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关进禁闭室，长长记性。傅明宇，你明知道我怕黑。这次没人来救你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傅明宇，我要出去！出去！求求我！李轩，不怕，我来了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知道错了吗？周医生，夏小姐，你奶奶突发脑溢血，情况危急，请您立刻来医院一趟。明宇，怎么办？他没事吧？你别怕，不是你的错啊。医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嫣嫣脚崴了，我带她来医院，但是没想到碰到奶奶了。奶奶可能误会我们的关系。误会！你们当着奶奶的面搂搂抱抱，是我奶奶误会！夏雨学，我给奶奶找了最好的医生，奶奶肯定会没事的。抱歉，我们尽力了，老人走得很安详。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你以后能幸福快乐地活下去。雨萱，雨萱，你先起来。
你不是说要给我早点生宝宝吗？奶奶，你别丢下我，我只有你了，奶奶！明宇，我的脚好疼。逸轩，我先带妍妍去看看医生，我马上就过来，我马上过来啊，马上过来。怎么样了？你起来，我先走。别丢下我！别丢下我！夏小姐，夏小姐，雪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逸轩，奶奶的后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墓地选在城郊最好的陵园，然后葬礼。夏逸轩，你能不能不要借题发挥啊？这只是个意外，我也在尽力弥补。你干什么？夏逸轩，夏逸轩，你干什么去？奶奶，都怪我，当初我就该听您的话，离傅明宇远远的。奶奶，逸轩，不是奶奶瞧不上小傅，我是怕你受到伤害。不过，既然你喜欢，奶奶就姑且相信他一回吧。逸轩，逸轩，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这几天我推掉所有的工作，把奶奶的后事都安排妥当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要你离我远一点。你不是要大度吗？我成全你，去桂林烟身边吗？你想通了？那既然如此，以后不许再跟我闹了。我答应你，10年后就回归家庭，后半辈子天天陪着你，啊！傅明宇，我不要你了。夫人，我看那卧室的东西都收走了，您这是要出远门？那傅先生和你一起？这说起来，这傅先生好几天都没回家了。傅先生，哦，我回来取个文件。傅明宇，明天10点，我有份大礼送给你，就在民政局门口，我们一起去拿。送礼物？明天什么日子？傅先生，明天是你和夫人的结婚纪念日。原来明天是3周年纪念日，结婚纪念日和这段婚姻早就该被遗忘了。行，那明天民政局见。人呢？我有事走不开，你直接把礼物送回家吧。傅总。
这条项链好漂亮，没想到你连我们认识几个月的纪念日都记得这么清楚。好，寄回家里，你记得签收。旅客朋友们请注意，前往伦敦的CU937次航班开始登机，请放心。祝你这辈子你我再见。齐教授，小夏，我有事抽不开身来接你，我让我儿子过来了。好。雨欣，师兄，我来接你，离婚快乐。谢谢。为什么总觉得心神不宁呢？陆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陆总，你看我这身裙子好看吗？副总，副总，你怎么了？好看。谢谢。这些衣服都好漂亮，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件了。都包起来。是，副总。副总。收下这些，夏老师会不会生气？他一向不喜欢我，今天又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还过来陪我，他会不会怪我把你抢走啊？要不我还是离开吧，这样夏老师就不会生你的气了。你们两个好好过，夏老师以后再也不会欺负威胁我。不准离开！有了上次教训，夏雨轩不会再欺负你。有了上次教训，夏雨轩不会再欺负你。陆总，还好有你在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保护好我的。只不过不知道夏老师什么时候才能放弃针对我。他要是一直这样，我也会很累的。夏老师是您的妻子，而我什么也不是。我知道，最后被抛弃的人一定是我。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未来，就拜托你千万别来招惹我。我怕最后在你身上丢了心，到时候一切都没了。我们会有未来的，我保证。又是这套模棱两可的说辞，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却迟迟不肯跟夏雨璇离婚。我才不要当一辈子的金丝雀，我要做就做傅太太。傅明宇，既然你下不了决心，那就让我来帮帮你。
副总，尝尝这个。你先自己吃。夏雨荨，等我怀上了傅明宇的孩子，我不信你还能稳坐傅太太的位置。副总，又在耍什么把戏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……不关你事。以后不准再找妍妍麻烦。副总，你怎么了？夏雨荨把我的联系方式拉黑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就因为没陪她过结婚纪念日，没看她准备的惊喜礼物，她就要吃醋胡闹吗？王妈，夏雨荨在家吗？我电话给她，我有话要跟她说。傅先生，这夫人早就出门了，这没在家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什么？这么晚，她不在家里还能去哪？难道还等在民政局门口，想让我去哄她？那她有往家里送什么东西吗？她送的礼物送到家了吗？哎，先生，你等等，今天下午呀，的确有人送了一样东西过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下午那个人送过来的时候，还特意说过，夫人呀，要你亲自签收。拆开看看。傅先生，夫人说了，要你亲自拆呢。王妈，你是我傅家的人，不是他夏雨荨的。那好吧。怎么是这个呀？什么东西？傅先生，是离婚证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傅先生，我没有看错，这是你和夫人的离婚证。怎么可能？夏雨荨送给我的纪念日礼物，怎么可能是离婚证？夏雨荨那个蠢货，居然主动跟傅明宇离婚了。王妈，你好好看看离婚证上的信息，确定是我跟夏雨荨的离婚证吗？他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？竟敢拿离婚开玩笑！夏雨荨是我妻子这件事情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改变。我马上看，马上看。傅先生，这上面写的就是你和夫人的名字。王妈，你一向替夏雨荨说话，现在你竟敢和夏雨荨串通起来欺瞒我，是吗？啊！你去哪儿？你先自己吃，一会儿有人送你回去，我还有急事要处理。哼，夏雨荨真是个蠢货，这么好的婚姻不要，还主动离婚。不过算他识相，傅太太这个位置，还有傅明宇，迟早都是我的。这一定是你的把戏，夏雨荨一定不会跟我，绝对不会。傅先生，好，夏雨荨，你竟敢背着我离婚，我什么时候同意了？可以，但你要签一份协议，10年后必须回归家庭。
好。他竟敢骗我签离婚协议！傅先生，你这段时间早出晚归的，这换了谁，他也受不了。夏雨萱，上流圈子里的人都玩的花，你难道要我一辈子守着你一个人才满意吗？我都跟你承诺过了，我10年后就会回来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生气？可我需要的是忠贞的爱人。我都承诺过了，只玩10年，10年后就回来陪他。他究竟有什么不满？有没有夏雨萱现在的联系方式？有，给我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is is 找助理报销。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要你待在我身边。好。夏雨萱，我都没同意放你走，你凭什么可以轻而易举的离开我？夏雨萱，想一走了之，走。副总，顾小姐一连3天见不到您，她想和您一起吃午餐。没时间，过几天去陪她。是。傅先生，你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，这身体怎么撑得住呀？既然夫人走了，那你就好好哄哄她，说不定她就会回来和你复婚的呀。夫人一向心软，只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罢了。再说了，那个顾灵烟她就不是什么好姑娘。怎么，你是被夏雨萱收买了是吗？离婚就是她以退为进的手段，目的就是为了逼退顾灵烟，是不是？她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？我没有撒谎，我更没有被夫人收买。那10几天前，顾灵烟她来到家里挑衅夫人，说夫人以后所有的项目都是她的了。那不光如此，那天她看到你进来，她诬陷夫人赶她走，说我们家里这2天有事儿，我急着回去处理呢，要不然我早就揭发她的真面目了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查监控，咱家有监控呢。顾灵烟，清纯都只是你的伪装吗？去查一查，那天我让你找人砸了以轩宫位之后，他的全部动向。是。副总，您这几天都不来找我了，是不是不想追求我了？可是我本来都快答应你了呀。我知道您还放不下夏老师，只是你们都离婚了，夏老师应该不会回头了吧？你可不可以放下他，只对我一个人好？副总，那天夫人所有去向都查到了。那天夫人和您分开之后，就一直在办公室收拾工位，没有找顾小姐。所以从一开始，顾灵烟就在骗我，让我故意找魏雨萱。还查到什么其他东西了吗？还有一段录音和监控。你傻啊！傅明宇这种身份的男人，身边不知道多少女人，只有吊着他，
忽远忽近的，才能让他一直对我上心。我可不想当什么金丝雀，我要做的是富太太。这是什么手段？副总，这是您那天陪顾小姐去上课，为了给顾小姐出气，让人扇了夫人10个巴掌。据在现场同学说，那天夫人并没有碰过顾小姐，是她自己给自己一巴掌。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，被一个女人玩得团团转。副总，这还有一段监控视频，这是情侣餐厅发过来的，餐厅总经理为了照顾您的安全特意发过来的。总经理找人化验过，这药能让你失去理智。他居然敢给我下药！你先出去。副总，出去。这。我错了，我答应你。对不起，一雪，都是我。副总，您终于接我的电话了。我好几天没见到你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来我家里，有惊喜给你。好，我写完论文就去找您。林烟，你要出去吗？对呀，明宇说准备了惊喜给我。惊喜？那副总肯定是要跟你求婚呀。他和夏老师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凌烟，副总刚跟夏老师离婚，你就和他在一起，对你的名声……闭嘴！我马上就要嫁进豪门，成为富太太了，以后少在我面前提夏雨璇这个人。很快，我就将成为这里的女主人。夏雨璇，你已经是过去式。顾小姐，请吧。是谁把她照片放这儿的？顾小姐，我劝您最好不要动这张照片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教我做事，简直不知死活！我很快就要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了，信不信？只要我一句话，你马上就要卷铺盖滚蛋！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家里不允许出现任何有关夏雨璇的东西。妍妍，谁惹你不开心了？顾林言，以前你就是这样诬陷以勋的吗？副总，我只不过说了他2句，他就故意把我推倒在地。你看，我手都划破了，好疼。副总，夏老师不辞而别，让你伤心欲绝，他还把合照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，不是故意给你我找不痛快吗？我都是为了你才教训他的。为了我，我把妻子的合照放在家里，你有什么意见？你说什么，明宇？你放开我！我怎么没想到你这么能演，背着我一次又一次的诬陷以勋？明宇，你说的什么？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？是不是夏老师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向来不喜欢我，所以他才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来污蔑我。明宇，你现在连我的话都不相信了吗？既然你不相信我，我走就是了。反正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什么也不算。我本就不属于这里，我就不应该陪在你身边。1、2、站住！
明宇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在乎我的。你害得以寻受了那么多苦，我怎么可能轻易让你走？副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说过，我爱的是你。你给我10年，我会回到你身边的，但前提是不要再找爷爷麻烦。你骗我说以寻欺负你的事，怎么没想过自己会有今天？你傻啊！傅明宇这种身份的男人，身边不知道多少女人，只有吊着他忽远忽近的，才能让他一直对我上心。我可不想当什么金丝雀，我要做的是富态。明宇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陷害他的，我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和你在一起啊！你曾经说过你喜欢我的，我爱的人也一直是你啊，只不过我胆子小，所以才一直拖延拒绝的。都怪我太爱你了，所以才想独占你。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好不好？明宇，求求你了。我喜欢和独占以寻，我不需要。之前因为你的挑拨离间，让以寻白白挨了10巴掌。今天我让你双倍奉还，不过分。不要！给我打！不要！继续！他给我关到禁闭室，以寻受过的苦，我要让他一一受到。顾灵烟，你可以离开了。傅明宇，你当初明明对我那么好，为什么夏雨荨走后，你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？难道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？爱。傅先生又来接夏老师下班呢，你们的感情啊，可真让人羡慕。那我先走了。走吧，老婆。我是夏老师的学生顾灵烟，我过来送资料。顾灵烟，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身上有以寻的影子，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资格替代他？没想到我在傅明宇眼中就只是个消极。以寻，你到底在哪？查到了吗？夫人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而且似乎好像有人在帮她。我们目前只知道她去了 A 国，具体哪个城市没查到。她从毕业就待在我身边，谁有那么大本事帮她？继续查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副总，顾灵渊已经离开了，就这么放过他吗？做梦！下半辈子我要让她时时刻刻待在痛苦中。只要我不输，没人会发现我被傅明宇放弃了。我还有保研名额，我还能出国留学，照样有机会翻身。年纪轻轻就当小三，而且还破坏别人的家庭，就是，更何况那还是他的老师。我听说夏老师都要被他逼得离婚了。像这种人迟早是要遭报应，根本不配在这里读书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信不信我告你们造谣？造谣，明明都是真的，不然这是什么？
林烟，滚出学校！小三，给我滚出学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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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国名额下来了，我就可以重新开始了。出去！谁把东西扔出去的？顾灵烟，如今你在学校的名声已经臭了，如果让你继续待在我们宿舍的话，我们也会被你连累的呀。顾灵烟，滚出去！你们居然敢这么对我，信不信我？顾灵烟，你以为你还是从前那个被副总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吗？没了副总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整天做着嫁给副总的美梦，处处针对夏老师，还想取代他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模仿夏老师处心积虑接近副总的那些事儿，你们干了什么东西？居然敢这么对我！得罪了副总，以后人人都能踩你一脚。顾灵烟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不会的，我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，还想出国？你就做梦吧！什么？取消我出国留学的资格？不行，绝对不可以！顾凌渊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，除非你能说服副总。老师，求求您了，如果我不能出国，我这辈子都毁了。哼，从你逼走夏老师起，你就该知道有这个结局。另外，鉴于你在校期间屡次逃课缺勤，还剽窃他人研究成果，学校决定开除你的学籍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本校学生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逸轩，这次的数据分毫不差，多亏了有你啊！多亏了教授您的指点，还有师兄的帮助。当初你毕业的时候，我就想让你来我的研究所工作，可惜你执意要留校，我一直很惋惜呢。林雨，我拿到出国深造的名额了，往后还可以在齐教授的研究所工作。逸轩，我不想跟你分开，你哪里都不要去，就待在我身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当年我大学一毕业就嫁给了傅明宇，他的占有欲很强，也正因为此，我选择本校读研深造，后来留校做老师。我真是太傻了。谢谢您，齐教授，如今还愿意拉我一把。这段时间多亏了您，我才能安心在这里做研究。如果真的要谢的话，你就谢齐深吧，是他隐藏了你的身份，确保你的行程不被别人发现。师兄？是呀，这次也是他第一时间了解到你的情况，让我给你发邮件的。好了，这几天一直连轴转，今天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教授，您先走吧，我想尽快把报告写出来。好，那也别忙太晚了啊。做梦，
梦到了一些以前的事。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谢谢。啊，我回来找份资料，看到实验室的灯还亮着，就进来看看。如果真的要谢的话，你就谢齐深吧。是他隐藏了你的身份，确保你的行程不被别人发现。谢谢你啊，师兄。我能这么快的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，多亏了你的帮助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感谢我，那就吃个饭。好。走吧。哎，师兄，你不是来取资料的吗？我回来找了一下，没有发现资料，可能是我记错了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师兄，我们第一次见应该是在校活动交流会上吧？是，那确实是你第一次见我。也许我要比你想象中更早认识你。乖呀。天气冷暖不决定，每个人都在人海。叶轩，如果当时是我更早认识你，也许你就不会被傅明宇那个人渣伤害了。那个人好像在拍我们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夏小姐，这是我查到的资料。这个人从昨天就开始跟踪你，我查过他的身份了，他是为傅明宇做事的人。我都已经跟他离婚，也成全他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了，他为什么还要派人跟踪我？也许他后悔了。一雪，如果傅明宇再回来找你，你会答应吗？不会。从你离婚协议书的那刻起，我就对他彻底死心了。不过什么？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派人跟踪我，但傅明宇报复心重，我担心会连累到你和齐教授。最近我还是先离开一段时间吧。叶轩，我有一个方法，可以让你摆脱傅明宇的纠缠。什么办法？和我结婚。叶轩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凤先生，你可不能再这么喝了，否则身体迟早会垮掉的。来，对了，叶轩联系你没有？夫人，他在国内已经没有情人了，他已经断掉了和所有人的联系。是我害他失去了奶奶。傅先生，夫人她心软，只要你诚心的向她认错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走开。叶轩，如果时光能倒流，该多好啊！傅总，
怎么样，累不累？不累，就是有点饿了。那我带你去吃你最喜欢的那家中餐厅。好，走。雨轩，3周年快乐！好漂亮，我给你戴上。来，好漂亮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我们正好把奶奶接过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正好也有个惊喜想告诉你们。嗯，什么惊喜？我怀孕了。我们有宝宝了，太好了！我爱你，雨欣。我们有宝宝了，我们有宝宝了。原来一切都是梦。副总，您没事吧？唉，我已经查到夫人下落了。他在哪儿？我们的人拍到了夫人。谢雨轩，谢雨轩，快给我买票，我要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他身边。还有一个消息，这个男人是谁？副总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另一个消息，夫人要结婚了，和照片上这个男人。什么？不可能的！雨轩最爱的人，明明是我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炎炎脚外，我得去看看他，下次再陪你啊。不用。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他叫齐深，曾经和夫人参加过校上的一个项目，交集不多。不过夫人的恩师齐川教授是齐深的父亲。婚礼是什么时候？明天下午3点。夏小姐，你今天真漂亮。齐先生要是看到的话，肯定会被您惊艳的。谢谢。这是我第2次穿上婚纱了。叶轩，我有一个方法，可以让你摆脱傅明宇的纠缠。什么办法？和我结婚。结婚？傅明宇这个人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，但如果我们结婚了，他也就无计可施了。师兄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我现在，叶轩，我知道你对于婚姻还有一些恐惧，但我们是协议结婚，到时候我们先把离婚协议签了，什么时候想要终止这段关系，你说了算。好。
奶奶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幸福快乐的活下去。师兄，怎么还哭了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想到了奶奶。当初我以为你和傅明宇在一起很幸福，这些年才没有打扰过。雨雪，对不起啊，要是我能来得早一点，也许奶奶她就不会。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奶奶的遗愿是希望我能幸福，我一定不能辜负她，否则我就太不孝了。逸轩，未来你想做任何事情，我都支持。至于我们的婚姻，你有随时叫停的权利，你是完全自由的。谢谢你，师兄。郎才女貌，看着实在是太般配了。齐教授，您的儿子优秀，儿媳更是不遑多让啊！当年我就想撮合逸勋和启真，没想到却晚了一步。儿子，你可要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不要错过逸勋啊！小傅，以璇是我的宝贝孙女，她嫁给你以后，可千万不能辜负了她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逸轩，这辈子我都不会放开他的手。我没有，中午过后我根本没见过他。还在嘴里，扔下去！傅明宇，你明知道我怕水。怎么了，逸轩？没什么。别担心，以后有我陪着你。好。请问新郎齐先生，你是否愿意迎娶夏小姐作为你的合法妻子？无论贫穷或富贵，健康或疾病，都永远爱着她，呵护她，并忠诚于她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请问夏小姐，你是否愿意选择齐先生作为你的丈夫？不论贫穷或富贵，健康，你愿意吗？他不同意。他不同意。傅明宇，逸轩，你不能嫁给他，跟我走。傅先生，如果你是来祝福我们齐生的，那就请你去旁边落座，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。傅先生，请吧。逸轩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已经看清楚顾林烟的真面目了，我跟她断干净了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一眼，好不好？傅明宇，如今你跟顾林烟的感情状况如何，我一点也不关心，请你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我还要跟我老公继续接下来的婚礼仪式。你叫他什么？傅先生，
请你离开吧。我跟我老公不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我不许你这么叫他！逸轩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为了报复我，随便跟其他男人结婚，好不好？傅明宇，你未免太自以为是了些。我嫁给谁是我的自由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没想到夏小姐的前夫竟然是傅氏集团的掌权人傅明宇。看这架势，怕是打算抢婚的吧？傅明宇，你再不离开，别怪我请保安把你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现在我的人已经把外面包围了，今天以寻不跟我走，在座的各位谁都别想离开！傅明宇，你疯了吗？我是疯了，所以才会做出那么糊涂的事情。逸轩，跟我回去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逸轩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你错了，傅明宇。从你为了顾凌渊，将我扔进游泳池，把我关进禁闭室，害我断了2根肋骨，间接害死了我奶奶，我就不爱你。天哪，这个姓傅的简直就是个人渣！他根本配不上夏小姐。逸寻居然受这么多苦。从前我是被顾凌烟蒙蔽了双眼，现在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想要弥补你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傅明宇，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，以后就不要来纠缠逸寻。你给我闭嘴！齐深，逸轩，我没事。傅明宇，立刻跟我老公道歉！你让我跟他道歉，正因为这个男人。逸轩，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？我们才几天没见，我不相信你这么快就会爱上别的男人。你最爱的是我，不是吗？傅明宇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？我不过是用你对我的方式对你，就受不了了。我爱你，但你不能要求我只爱你一个人，会腻的。嫣嫣很像当年的你，青涩单纯，我很感兴趣。哦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想离婚，等我玩够了，就回来陪你。上流圈子里的人都玩得疯，你难道要我一辈子守着你一个人才满意吗？我都跟你承诺过了，我10年后就会回来。你为什么还要跟我生气？去吧，再见吧。逸轩，之前我是做过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但是我现在只想弥补你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给你机会好，让你再伤害我一遍。不是的，以前都是顾凌烟挑唆的，现在我已经跟他断干净了，他也受到了惩罚，以后绝对不会有人再插入我们的感情了，好不好？就算没有顾凌烟，也会有周凌烟照顾你。傅明宇，你跟谁在一起跟我都没有关系，哪怕你大闹我跟齐深的婚宴，也改变不了我已经跟他领了结婚证的事实。我不同意。你的意见不重要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逸轩，我小心！你不跟我走，我就不上救护车。傅明宇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？傅先生，你不需要挑拨我和我妻子之间的感情，就算你伤得再重，也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的。你闭嘴！你不跟我回去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5天，等你伤好了，我就离开。好，
那我们回国，回我们自己的家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傅明宇，我就在这里，哪也不会去。毕竟他是因为我受了伤，如果闹出人命，我这辈子都要活在阴影中了。师兄，你相信我吗？雨雪，我相信你，但如果他有任何为难，及时联系我。齐深，我绝不会让你抢走逸轩。逸轩，我有点饿了。你上次不是说要给我做你新研究的菜品吗？做给我吃，好不好？可你上次不是拒绝了吗？明宇，我新学了一道菜，马上就要做好，尝尝。家里不是有父亲吗？我约了人吃饭，你自己吃吧。明宇，我上次去休息了。你要想吃饭，叫四处做。傅明宇，你想干嘛？逸轩，这几天我一个好觉都没睡，你不在，我睡不着。傅明宇，你太可笑了。逸轩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们有孩子了。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多开心吗？你不是最喜欢小孩了吗？我们要个孩子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傅明宇，需不需要我提醒你，当初是谁不想要孩子？明宇，奶奶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能早点有个孩子。逸轩，你们还年轻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能这么早就被孩子束缚。乖，过2年再说。逸轩，那个时候是我太年轻了，身边人都劝我多玩2年。我是爱你的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爱你。逸轩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那你给过我机会吗？傅明宇，过去种种你也没有给我留余地，我不想再一次因为什么人什么事我差点死在你手里。逸轩，如果我把你过去受过的伤害都还回来，你会不会原谅我？师兄，我没事。吃饭吗？那好，你来接我吧。夫人，副总请你过去的。不要叫我，我跟傅明宇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夏小姐，副总的脾气你也知道，如果等不到你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找我有事？之前让你遭受的痛苦，如今我一点一点还给你，只要你心里能好受一点，哪怕让我去死，我也愿意。副总，你的伤还没好，医生说了不能见水。夫人，尽快劝劝他，如今只有您说的话才管用了。傅明宇，你以为这样做我就会心疼你，原谅你，然后和你重新来过吗？你想多了，我根本不在乎，就像你当初不在乎我的感受一样。夫人，你别说了，哪怕你伤势加重了，4天后我还是会离开。夫人，哎，副总。李轩，李轩，
林爷吃了东西晕倒了，快来啊！妍妍，妍妍，妍妍，你怎么了？李旭，那个时候你一定很绝望吧？师兄，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啊，看着好好吃。都是按照你的口味做的，尝尝。这些确实是我爱吃的。不过师兄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口味？不过师兄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口味？上次吃饭的时候，你有记下来过，我得记下来。我跟傅明宇结婚3年，记住了他所有的喜好，可他却连我对花生过敏都不清楚。尝尝。谢谢你，师兄。和我还说什么气啊？师兄，这个是我在收拾房间的时候看到的。虽然我们只是协议结婚，但是我想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的。这个我没有多花钱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。好。这不是学校里的流浪猫吗？哇，师兄，怎么在你家？当初那个领养的人是你。明宇，我们收养它好不好？冬天就要到了，流浪猫在户外不容易存活的。李寻，养宠物很麻烦的。可是你对猫毛并不过敏，你如果只是嫌麻烦，那以后我一个人照顾它好不好？它真的很可怜的。可是我不喜欢猫，难道我还没有一只猫重要？不是的，我只是……好啦，会有人领的。走吧。当时宠物医院的医生跟我说，有好心人收养了它，没想到那个人就是师兄你。师兄，你为什么要收养这只猫啊？当时我还想联系领养人，可电话打过去，明明总是没人接。因为这只猫和我特别有缘，才让我遇到了我这辈子最爱的女孩。那那个女孩现在在哪？你们还有联系吗？那个女孩，她就在我的面前。前段时间，我们还举办了婚礼，虽然只是协议结婚，但在法律层面上，她已经是我正式的妻子了。迟到了4年的表白，今天终于说出口了。我说这些，并不是想要求你什么，而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值得被爱。只是有些人，他不懂得珍惜你。这么晚回来，你去哪儿了？和你有关系？李寻，我今天给你打了好多个电话，你都不接，你别这样对我好不好？傅明宇，可你从前明明就是这样对我，我只是用你的方式对你，就受不了。你真是双标。李寻，
我们不吵架。我新学了2个菜，我带你去尝尝。我们的婚戒呢？我们的婚戒呢？扔了。这个戒指谁送给你的？和你无关。齐深，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逸轩？我母亲在世时，特地叮嘱我，这枚戒指要在婚礼上送给自己最爱的那个女人。这枚戒指的女戒，你应该很熟悉吧？我很喜欢这个戒指设计师写的寄语：“心之所向，只此一。”我想傅先生这么薄情的人，应该理会不到其中深意。你以为你说这些我就会生气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寻爱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他跟你结婚也只是跟我置气，他迟早会回到我身边的。如果你那么笃定的话，今天为什么来找我？填一个你满意的数字，离开逸轩，从今以后不许出现在他面前。这么大方？你是一个搞研究的，又能有多少钱呢？以勋从大学开始跟着我，没过过一天苦日子，你给不了他舒适的生活。舒适的生活？你说的舒适生活，就是在外边沾花惹草，让别的女人欺负一群，是吗？傅明宇，像你这样自私又薄情的人，4年前不了解以勋，如今依旧不了解。我跟以勋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一个外人插手。外人？以勋现在是我的妻子，我们2个谁是外人？看来这支票不够啊。好，你提条件，只要你能离开以勋，我都可以满足。否则，你和你的家人都不会好。随便你啊，你要是真能动得了我的家人，我倒是还高看你。傅明宇，你为什么老是要找我麻烦？傅明宇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。那天我们婚礼掉下的台灯，就是傅明宇做的手脚。你简直就是个疯子！而且他刚才还说要用钱让我离开你，如果我不离开你，就要对我父母下手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他对你怎么样的。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傅明宇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拿我身边人来发泄你的愤怒？他说什么你信什么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么残暴的人是吗？以前或许不是，到后来顾林烟的出现，你折磨我的次数还算少吗？逸轩，我，你怕我？你带给我那么多痛苦和伤害，我不应该怕我。既然你都可以出来找茬了，那我也没必要继续履行我的承诺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不想离开，我会想办法让他放弃这个想法。我们走。逸轩，单轩，慢点，这么着急干嘛？是你说想立刻见到我？走。对了，你不是说最近公司很忙吗？怎么还有时间来找我？而且还是这个时间来？没有为什么呀，就是想见你，一刻都等不了。那如果我正好不在呢？那我就等到你回来为止。
以前他明明那么爱我，他笑起来明明那么温柔的。易云只能是我的，他必须是我的。别打了，雨轩，雨轩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傅明宇，你跟踪我做什么？逸轩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？生日快乐，明宇！这是我亲手折的星星，你可以用一个星星跟我交换一个不过分的要求。或者如果哪天你惹我生气了，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，我都可以原谅你。里面的星星，我一颗都没有用过。现在我用全部的星星换你原谅我，我们回到过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到过去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傅明宇，你何必做出这副样子？我们早就离婚了，当初的承诺早就不作数了。作数的，星星都作数的。最没有资格跟我说承诺的人就是你，傅明宇，别再纠缠不休了，真的很没意思。你这些招数用在顾灵烟和其他女人身上，你想要多少都没有。逸轩，如今你想玩多少年都没有人阻拦你了，这样不是正好吗？你这么执着我一个人做什么呢？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。逸轩，人这一辈子能玩的机会就这10年，等年老色衰了，想玩就没机会了。傅明宇，你说什么？我爱你，但你不能要求我只爱你一个人，会腻的。嫣嫣很像当年的你，青涩单纯，我很感兴趣。哦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想离婚，等我玩够了，就回来陪你。不要了，我只要你一个人。逸轩，余生我只想守着你一个人度过，其他我一个人都不要了。你可以监督我的，如果我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的，逸轩。没兴趣。逸轩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原谅我？傅明宇，你放开我！不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，我们可以回到从前。逸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逸轩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刚才我只是……傅明宇，
如果你再敢纠缠逸轩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也不想以后和逸轩对簿公堂吧？你给我闭嘴！我不允许你这么叫她，她是我老婆。住手！你这么在乎？我们回家。夏逸轩，你们同居了？这是我们的私事，跟你无关。傅明宇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星星，逸轩送给我的星星，星星不能回，星星不能回，星星不能回，星星都作数了。夏雨轩，如果不是你一走了之，我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你毁了我，我也要拖你一起下地狱。动手！副总，真的要这样吗？你之前的伤还没好透，要是再受伤的话，可能真的会要命的。寻求夫人原谅的方法还有那么多，你为什么要非要自虐？让你动手你就动手。使劲！使劲！逸轩，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对不起，逸轩，都是我背弃了承诺。要我出门带他走吗？不用理会。傅明宇这种人偏执又自私，我不想你被他缠上。继续。不哭了啊？那我让他10倍奉我，好不好？这不太好吧？她是您的妻子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我总不能打老师吧？那就让我不要动手。傅明宇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动手！我当时怎么能那么狠心？继续！呀！夫人，夏小姐，夏小姐，陆总他快不行了，快出来见见他最后一面。夏小姐，逸轩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傅明宇，你知道苦肉计对我没用，你觉得拿性命威胁我很好玩吗？你以为你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，我就会心疼你，我们就能回到从前吗？你做梦！对不起，逸轩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这样的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我哄不好你，没有你，我会死的。你不会，承认吧，傅明宇，你最爱的人只有你自己，以前是，现在依然是。你做这一切不就是在自我感动吗？傅明宇，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起，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放过我？像这样。傅明宇，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我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如果你还真的在乎我们当初的情分，不打扰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尊重。逸轩，难道你对我就真的只有恨吗？不，我对你连恨都没有，我只希望你能从我的世界里消失。逸轩。
如果你不想丢了工作，最好尽快叫辛苦撤。他跟我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进去吧。是，你是。李寻，快来吃饭吧。哦，来了。李寻，我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和那个吻是为了骗傅明宇，我不会当真的，你不需要有心理负担。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骗他。什么？师兄，我现在很幸福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都让我感到安心和宁静。谢谢你。那刚才那个吻，那个师兄，我等会儿还要去研究所拿报告。好，那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你不是还要跟人开线上会议吗？我随时跟你联系，报备。好。我马上就到家了，别来接我了。那好吧，我在研究所外面这条街上等你。雪。喂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把雨荨带去哪儿了？你什么意思？雨荨不见了？别给我装模作样的！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救山一雪？不会的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我们可是沾了你的光才能参加呢。嚯，这可是价值上亿的皓月之心啊！是副总送给你的吧？是顾灵烟。顾灵烟？顾灵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夏老师，我想干什么，你不知道吗？自从你跟傅明宇离婚之后，我就被学校强制退学。傅明宇将我在行业内封杀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学业上你3天打鱼2天晒鱼，生活上你插足他人家庭，这一切明明都是你咎由自取的，顾灵烟。到头来你还要怪在别人头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傅明宇明明那么喜欢我，我明明马上就要嫁进豪门了，是你，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，所以他才会突然放弃喜欢我的。我什么也没说。你以为傅明宇爱你？他最爱的只有他自己，哪怕你最终跟他在一起了。过不了多久，傅明宇也会爱上别人的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没用吗？守不住男人，都怪你自己蠢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应该去跟傅明宇说，而不是来绑架我。我现在跟傅明宇没有任何关系。夏老师，你害怕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傅明宇之所以对我这么好，是因为我身上有你的影子。
你说，如果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他会不会忽然疯掉？顾灵言，你现在还年轻，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我劝你最好不要冲动。你如果犯了罪，那你才是真的毁了。我现在跟活在地狱有什么分别？夏老师，你曾经也被他捧在手心，小心呵护，你应该也能明白，从云端跌落谷底的差别有多让人难以接受。这一切都是傅明宇带来的，如今我也要让他尝尝这其中的苦楚。住手！住手！傅明宇，你来的可真快。顾灵言，你把雨荨赶紧放了。都别过来！顾灵言，你现在把雨荨放了，过去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的。既往不咎？你早就断了我所有后路。如今学校我回不去，家人也开始嫌弃我。傅明宇，当初明明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追求我，你都还没有把我追到手呢，怎么就半途而废了呀？顾灵言，好，你现在把刀放下，我们好好聊聊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顾灵言，你要是敢动雨荨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你现在装这副深情的样子给谁看？你当初是怎么折磨夏雨荨的？是你亲手砸了他的宫位，是你命人扇了他10几个巴掌，是你将他关进病室反省，是你亲手害死了他奶奶。你闭嘴！这些都是你欺骗我的。我顶多算帮凶，而你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凭什么我就要被人人喊打，被冠上小三的骂名，而你依旧是高高在上的副总，依旧是高高在上的副总。好，既然你那么恨我，你把刀放下，我任你惩罚，好不好？你说的每个字我都不会再相信了。我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后路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要让你一辈子都活在痛苦和愧疚当中。秦人小姐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一个个都针对我？你们逃不掉的！雨荨，当心！没事吧？傅明宇，傅明宇！雨荨，原来当时你那么疼，那么无助。小傅，雨荨是我的宝贝孙女，她嫁给你以后，可千万不能辜负了她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雨荨，这辈子我都不会放开她的手。傅明宇，被车撞的人是我，断掉肋骨的也是我。雨荨，奶奶还在医院呢。连我奶奶威胁我。奶奶年纪大了，别让她为我们操心。奶奶，
成宝宝吗？奶奶，你别丢下我，我只有你了。雨，对不起，雨，对不起，雨。雨萱，傅先生，你醒了？是谁送我来医院的？是夏小姐。夏小姐，她人在哪儿？我要去找她。哎，傅先生，你现在伤口还没有好全，不能贸然下床。夏小姐正和她老公处理手臂上的刀伤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那不是她老公。傅先生，请您配合我的工作，你这样伤口会裂开的。傅明宇，放开我！傅明宇，医生，你赶紧躺好，不要为难别人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顾林烟因为故意伤人，已经被警方带走了。我也联系了你的家人，他们很快就会。如今尘埃落定，我们就先走了，你多保重。逸轩，我们能不能单独聊聊？就3分钟，就3分钟。师兄，你先到外面等我，我马上就出来。好，我在外面等你，有事随时叫我。逸轩，这几天我做了好多的梦。我梦到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还梦到我们一起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我知道这些都是梦，但哪怕是梦，我也不想醒过来。逸轩，我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？傅明宇，我很感谢你为我挡车，但覆水难收，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为什么是齐晨？因为他尊重我的想法，愿意了解我的喜好，我们志同道合，有共同的事业。我在他身边不用提心吊胆，这些你都不能给。我可以。3分钟已经到了，傅明宇。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师兄，我们走吧。齐晨，如果你敢对不起逸轩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放心，我不是你，没你那么蠢。来不及说了，总有一个人是心口的朱砂。师兄，这封协议，只要是你做的决定，我都支持。如今，傅明宇他也不会再纠缠你了，我们的婚姻也该结束了。可我原本打算撕了他。撕了他？那你这个行李是？我那个项目快结束了，我得出差2天。你不会以为我要走吧？我以为你要走了。雨雪，我好后悔没有早点和你在一起。我害怕给你太多压力，我只希望你可以好好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夫人，
有人让我将这封信转交给你。李寻，希望你一切都好。当时我不知道那封信是谁送的，明明是在我结婚那天送的，却没有祝我新婚快乐，而是祝我一切都好。师兄，那封信是你送的吧？是我送的。我说不出来祝你新婚快乐，但我希望你可以幸福。原来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一直都有人挂念着我。谢谢你，齐神，谢谢你让我有了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勇气。那往后余生，请多指教。